尊敬的朴仁国事务总长，尊敬的曾元硕教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要恭喜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胜利召开习近平政府的经济的挑战跟展望的研讨会。今天来这儿参加的中国经济学者，在中国可以讲是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者。要在中国把这些学者召集在一起开会，都非常的困难。但我们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能把这些人请来在一起论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我在此表示祝贺。今天上午我想谈的是中国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和挑战。我们知道，从1979年开始，中国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推动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从1979年到2012年之间连续33年，每年平均9.8%的增长。中国从一个在79年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5美元，比当时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还低的低收入国家，到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变成了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第一大出口国，而且现在是全世界的第2大经济体。去年，中国政府召开的18大，选举的习近平作为总书记。今年3月份，政府换届，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中有很多目标，其中之一是要中国经济2020年的时候，在2010年的水平之上，2个翻一番。第一个翻一番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第2个翻一番是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我想在座有很多经济学者知道，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但是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 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8%，这2年跑得比较快，所以在2013年到2020年这8年之间，中国每年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8%。不过，因为有第2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这个目标，现在中国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是0.5%，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个目标如果要达到的话，那么中国从2013年到2020年之间，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3%，跟过去这33年平均每年9.8%来比的话，7.3%的增长速度并不高。可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遭遇到了连续13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到了今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5%。那么，距离我前面讲的7.3%的这个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那么，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这是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因此呢，最近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说法又是非常的盛行。那么，到底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增长，还是中国经济会硬着陆，甚至崩溃？对习近平政府的发展目标来讲非常重要，那么对当前世界也非常重要。那么中国为什么从2010年以来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就像一些唱衰中国的这些学者的看法，必然会有一些体制的、机制的问题。但是我个人看法，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国际周期经济的因素。我们知道，从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陷入跟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那样的连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的高，政府财政的赤字不断激烈的这种所谓新常态的情形。那么，由于美国、欧洲、日本这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平均水平还超过一半。当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疲软的时候，那必然造成像中国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的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放缓。那么具体的数字，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率是17%，但是在2012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只有7.6%，减少了将近10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在拉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有3驾马车。第一驾是出口，那这架马车跑慢的，那当然对经济增长速度会有影响。那么经济增长的第2辆马车是投资。我们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爆发以后，中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都采取了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各方面的投资。那现在将近5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项目有的已经完工的，有的已经接近完工的。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的话，投资的增长率当然也会下滑。所以
经济增长的第二辆马车也跑慢了，只有第三辆马车消费还比较正常的增长。那么在这种状况，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这是受到国际周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呢，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我们知道，中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8%，确实是不断下滑。但是跟中国处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像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2.7%，2012年的增长速度是0.9%。另外一个跟中国处于同等发展程度的新兴经济体，印度，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5%，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2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2%。我们总不能用中国的国内的体制机制的内因来解释像印度、像巴西在同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而且比中国下滑的程度更大。应该讲，都是同样受到国际周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呢，有些高收入经济体，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体制机制的问题应该比较少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表现的情形也完全一样。比如说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3.7%，2012年的增长速度是2.0%。比如说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7%，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4.1%，2012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3%。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5.0%，2012年的增长速度是1.3%。那么他们也同样这样一个下滑，他们的体制机制问题应该是比较少的。那么这种类型的表现，应该可以讲说，世界上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他们共同受到国际周期因素的影响，所以从2010年以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共同表现下滑的趋势。所以这不是像一些唱衰中国的人认为的，中国经济的下滑是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既然是体制机制的因素造成的，这个周期因素造成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些缓周期的措施。那么在这一点上面，中国应该比其他国家有更好的条件，因为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不错，就是把各种负债，明的跟暗的加起来，它的负债率也少于50%。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好的经济持续投资的空间，产业层级、基础设施环境。中国的民间储蓄也高，那么中国还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积极因素综合起来，只要中国政府采取一些必要的缓周期的措施，中国经济应该可以维持在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的增长率，而且我相信有可能的增长率是在7.5%到8%之间。那么事实上，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些反周期的措施，像经济适用房的建造、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等等的投资以后，那么在8月份、9月份就出现明显的反弹。所以我相信呢，
维持7.5%到8%之间的增长，完全有可能的。I want to have 3-4 more minutes。不仅是说今年的增长达到7.5%到8%之间完全有可能，我相信中国在未来20年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跟发达国家比，相当于日本在1950年初，新加坡在1960年中，台湾、韩国在1970年代中期。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之上，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日本是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是20年每年8.6%的增长；台湾是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是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中国从1979年以来的发展的方式，跟这些东亚经济体是一样的。如果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能够维持20年8%到9%的潜力，代表中国在未来20年应该有每年8%的潜力。那么当然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的同事会讲很多应该怎么样继续深化改革。我有一本新书叫《解读中国经济》，上面有详细的介绍。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到2020年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的目标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中国维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人民币会升值。因此，我认为很可能在2020年，最慢2021年或是202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12700美元，按照现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的统计，就是高收入国家的。因此，很有可能在习近平政府之下，中国变成从2次世界大战以后第3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谢谢。